我是被换了命的真千金，我本该死在10几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后来被我师父带上山，强行逆天改命。可当我下山回家时，却被保姆拦住。哪来的穷亲戚上这攀附关系了？赶紧给我滚！我们家小姐3年前就回来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爸妈也从别墅里走出来，打发叫花子一样看着我。不管你是从哪得到的消息，都赶紧给我滚！我们的女儿已经回来了。我视线扫过他们的脸，印堂发黑，眉中带煞，死期将至。我顿时明白师父一定要我下山的原因了。我看向后面穿着贵气，但周身缠绕着黑气的女孩，看来她就是那个和我换命的假千金了。我指着她说：“当年我就是和她换了命，导致我掉下山崖，而她现在成为了你们的女儿。你们身上的气运正在一点点被她吞噬。”听到我这么一说，身后的保姆猛地推了我一下，她阴森森地瞪着我，眼神凶恶。你是哪来的算命的？凭什么这么说我家小姐？我家小姐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就是先生和太太的亲女儿。你就是个江湖骗子，赶紧给我滚！我皱眉，这保姆周身散发出来的恶意实在太强，让我很不舒服。而我父母也一脸厌恶地看着我。你以为你说2句神叨叨的话就会让我们相信吗？我告诉你，邹青青是我的女儿，毋庸置疑。反倒是你这个江湖骗子居心险恶，现在滚！不然我报警了。我皱眉，我有证据，当年我掉下山崖时带的长命锁还在身上。我伸手从怀里拿出来，展示给他们看。我爸妈脸色一变，长命锁？你怎么会有这个长命锁？身后的假千金看到这一幕，顿时黑了脸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后就开始了表演。只见他跺着脚，装作抽泣道：“这长命锁是我的东西，我小时候被人偷了。你是在哪拿着的？”保姆则一把上前抢过我手里的东西，表情狰狞：“小贱人，你在哪偷的？还给我们家小姐！”见我爸妈脸上还有些动摇，邹青青抽噎着说道：“爸妈，这长命锁自打我记事起就带着，后来不小心叫人偷了，这些年从来都没有找回来过。小时候我养父母家里穷，我都没舍得卖掉它，就想着靠这个找到你们。”这话一出，刚才还有些挣扎的我爸妈脸上顿时写满心疼。宝宝不哭，爸爸妈妈只有你一个乖女儿。看向我时，眼神已经带着怒火了。要不是今天把我女儿小时候的长命锁送来，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了。现在给我滚，别脏了我们家的花园！我忍不住摇头叹息，带不动啊，带不动。我本想转身就走，可想到我师父让我下山回家，必是这俩人命不该绝，让我出手拯救。于是我撸起袖子，露出胳膊上一块鲜红胎记。长命锁证明不了的话，那这个总该能证明了吧？我爸妈看着我胳膊上的胎记，瞳孔猛然一缩。这胎记是我打娘胎起就带着，所以他们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。反倒是保姆和邹青青看到我胳膊上的伤，脸色一变。我爸妈颤抖着走过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手上的胎记，真的和当年一模一样。邹青青脸上带着慌乱，轻声唤道：“爸妈，我……”可惜没人理他，他脸上不由得带着嫉妒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真是我们的女儿？那她是怎么回事？”他们回头看向邹青青，她双手紧紧抓着裙子，咬着嘴唇，一脸的委屈：“爸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说的这些都是我养父母和我说的，我也不记得了。”我轻笑了一声。这保姆自打看见我就和那个假千金一唱一和的要赶走我，说他们这里面没事，谁信？我爸妈信了，他们拉着我的手，又过去拉着邹青青的手：“青青，你放心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们的女儿，爸爸妈妈不会让你回去过苦日子的。”说罢，他们又看着我，声音骤然冷淡下来：“你虽然回来了，但是你原先那名字已经被你姐姐用了，那名字我就给你换一个，你叫……”他们俩陷入沉思状，似乎打算当场给我起一个草率的名字。我身后打住：“我师父给我起名叫木兮，叫这个就行。
谁知我爸却皱紧眉头，不悦地盯着我。什么师傅？我还没说你呢，在外面不学无术，竟搞了一些江湖骗术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把那些东西都给我忘了。你要是想进我们家门，就给我干干净净的进来，别搞歪门邪道。我闭了闭眼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我忍。邹青青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看向我爸妈时，声音已然变得柔弱。既然妹妹回来了，那我就把我的房间让给她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去住客房。她这声音细细弱弱的，顿时激起了我妈的保护欲。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凭什么？她从小到大操惯了，就让她住客房，你还住你的房间？妈妈怕你换了房间住不习惯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有些不耐烦。无所谓，我的房间在哪？我要把东西放下。2楼第1间。我妈的声音不咸不淡，就像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一样。不过我也无所谓，从小我师父就给我算过，我6亲缘浅，他们要是对我好，我还不习惯呢。我背着包缸准备进去，忽然想到我的长命锁还在保姆手里，我回头朝他伸出手，可以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吗？保姆还没动，那头的邹青青就开口了：“真羡慕妹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一个长命锁，可惜后来丢了，那是我以前最珍贵的玩意了，我可宝贝了。”这话一出，我爸妈立刻怒瞪我：“邹木西，你显摆什么？非要让你姐姐想起这段伤心事吗？现在把那个长命锁给你姐姐，赶紧的！”我皱着眉看这2个心眼子偏的没边的人。凭什么？你姐姐小时候那么苦，你把长命锁让给她怎么了？我忍不住冷笑。这长命锁是我从小带着长大的，凭什么说让出去就让出去？她命苦，3岁跌入悬崖，险些死掉的，我就不命苦了。我爸妈被我一噎，脸上表情十分不好看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就在这时，保姆张口：“小姐，你怎么和先生太太说话呢？当年你掉下去之后，先生太太可是以泪洗面的好长时间，这些年一直都在伤心中走不出来。要不是青青小姐帮先生太太走出心结，他们现在肯定还在伤心难过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让他们多伤心！”听到保姆这话，我爸妈像是顿时有了底气一般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对，要不是青青，我们现在根本走不出来。你还不谢谢青青，把长命锁给他？”我皱着眉头，差点就骂脏话了。要长命锁是吧？我不要了，我懒得再和他们辩驳，转身就走。我拿长命锁，后来师傅给我开了光，如果别人戴可是会烂脸的。既然你们非要戴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毕竟我可是好心劝过了。我径直上了楼，进入我的房间。看来我这个原生家庭确实很有钱，光是客房就比我之前在师傅道观的房间大了1圈。不过我并不看重这些，这个家对我来说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无非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临时睡觉的宾馆。所以我按了按床垫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软硬适中，不愧是席梦思，比木板床好多了。我把东西放下，毫无顾忌地在床上打了个滚。就在这时，我爸妈却推门进来，看见我在床上躺得毫无形象，当即冷哼了一声：“躺没有躺样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赶紧滚下来，来祖祠磕头。”我懒懒散散地下去，被他们带到祖祠以后，直接惊呆了。我算是知道这夫妻俩都印堂发黑的原因了。只见这祖宗牌位的旁边，竟然明晃晃地摆着一个魔童，上面黑气浓重的，我几乎都看不清楚了。这是要借整个邹家的气运啊！到底是谁手段这么阴毒？跪下！耳边，我爸严肃地对我说，而旁边则站着邹青青和保姆2个人，正一脸看好事似的看着我。我没跪，而是上前抓着那个魔童，用力往地上一砸。孽畜！我让你害人！霎时间，黑气尽散，刚才还压抑着的邹家祠堂，此刻就如同拨云见日一般，连呼吸都轻盈了不少。而祠堂中，保姆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，
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的碎片，随后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先生太太，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仅不敬祖先，竟然还随意摔毁东西，这实在是大不敬！”我爸妈也反应过来，脸色阴沉地盯着我：“邹木西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是不愿意在这个家待久，滚出去！谁允许你在祖祠撒野的？你给我在这跪上3天3夜，向列祖列宗认罪！”我轻哼了一声：“我是在救你们，这东西是吸气运的，知道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们邹家子孙的运数都被设下这个的人借走了。”我爸妈一声大喝：“邹木西，你还敢说这些没用的事吗？我警告过你，回到家就把你脑袋里的污浊之物全都忘了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懒得辩解，用脚拨开地上碎片，果然找到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“借邹家子孙百年气运。”我把纸条展示给他们一看，他们顿时无话可说，脸色一时间竟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。我看着他们的脸冷笑：“不是不信这种江湖骗术吗？”我将纸条递给他们：“我木西这辈子只给我师父和祖师爷磕头，所以我就先上楼摔跤了。没事，别打扰我。”我没注意的是，我上楼后，保姆阴毒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就好像我坏了他的大事一般，恨不得生啖我的血肉。我回到床上睡了一觉，自从下山以后，我就没睡过好觉。醒来后只觉神清气爽。醒来时，我下楼，只见一家人似乎已经恢复了以前那样子，似乎谁也没有把之前发生的当回事。看见我爸还板着脸训我：“怎么这么晚下楼？让我们全家人等着你一起吃饭。”我没说话，默默在餐桌坐下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我爸他发号施令：“我已经和青青学校的校长打过招呼了，过几天等手续办好，你就和他一起上学去，把你脑袋里的邪魔歪道忘一忘。那个东西我找人鉴定了，根本就不像你说的这样玄乎。我看你就是故意吓唬我们的。”听着他这么说，我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不信就算了。”我也懒得和他解释，反正和我没关系了。至于他说的高中，我更是不感兴趣。当初师傅送我去学校后，硬是逼着我早早地把高中学业提前学完。不过我还要再待上一阵子，就算是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毕竟我现在必须调查清楚这邹青青和借气运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。我视线扫过邹青青，她嫉妒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很不甘。目前看来，保姆和邹青青的关系能看出来明显的不对劲，所以邹青青身上这种浓郁的黑气，也许和保姆有关。这是并不能急于一时，我只能慢慢观察。我视线落在邹青青的脖子上，她已经戴上了我那个长命锁，甚至为了炫耀，还特意搁在了最外面，估计打算从此都不离身了。我忍不住摇了摇头，烂脸是她自找的，可怨不得我了。不过戴上这东西后，邹青青的身上的黑气都被压制下去不少。我倒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，这东西也确实有点作用。吃完了饭，邹青青主动要求洗碗，我妈瞧见了就忍不住夸她，痛批我：“看看青青，怎么就这么有眼力见？主动要求干活，你就知道在这坐着，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吗？我看你这些年在外面是一点教养都没学会。”而邹青青立刻茶茶地说：“妈，你别生气，估计妹妹就是还小，不懂事而已，等她过几天就好了。”我妈冷笑：“小？她明明跟你一样大，小什么？”我起身，冷哼一声：“你愿意干你就干，反正我这双手不是用来刷碗的，更何况不是还有保姆，在这没苦硬吃什么？”我爸当即瞪了我一眼：“你怎么和你妈说话呢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”那是当然，毕竟我有爹娘生，没爹娘养，能有什么教养？我看着他质问道。他一愣，阴沉着脸不说话了。保姆看了眼我爸妈的脸色，立刻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看人家青青小姐，可从来都没有顶撞过先生太太，怎么您一回来就……”这话一出，我爸沉着脸冷哼了一声：“你非要把这个家搅得鸡飞狗跳的才满意是吗？滚回去反思去！”我起身，直接往楼上走。
懒得和他争辩这些。要不是因为他和我妈这俩人死期将近，我得留在他们身边，想办法救这俩人一命。这俩人扔在路上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。开学那天，我起得晚了些，看见邹青青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我爸瞪着我，还不赶紧下来？人家青青都已经起床半天了，让你姐姐等着，你好意思吗？我下楼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你们不告诉我上学时间，还怪我起晚了，怕我迟到，怎么不说呢？你，邹青青拉拉他的衣袖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都怪我爸爸，我忘记告诉妹妹了。你别生气，乖宝宝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都怪他明知今天上学还不主动点问清楚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这个上学的机会。你能念就念，不能念就滚。”说完，他拎着公文包气冲冲地上班去了。邹青青立刻得意地看着我：“走吧，妹妹。”我看也不看他，出门上了车。到了学校门口之后，司机飞快地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听进去了，连招呼也没打。有老师带我登了记之后，就去到了班级报到，和邹青青一个班。我本想平静地度过这几天，可谁知道偏偏有人不长眼，非要主动找上门。中午午休时，我进到厕所隔间，可谁知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厕所外面咔嗒一声，有人把我反锁在里面。我一愣，连忙拍着门：“谁？把门给我打开！”外面传来声音：“就你也配做邹青青的妹妹？也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跟叫花子似的。今天我们就给你洗洗。”我听说出外面的人就是今天跟在邹青青身边的小跟班，我皱紧眉头，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我告老师了。你告？这厕所也没有监控。再说我们好心给你洗澡，你可别不领情。我顿感不妙，果然下一秒，厕所上面就浇下来一大桶水，将我打湿。这水里还掺着冰块，冻得我忍不住发抖。爽不爽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在学校里低调点，别以为你是青青的妹妹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只是一个小教训，让你以后在学校老实点，听到没？我身上的衣服都被淋湿，最重要的是，我随身带着的护身符也湿了个彻底。这谁能忍得了？门外很快没了动静，我一脚把门踹开，那几个女的已经跑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旁边人发出啧啧的声音。我抬眼一看，只见一个男人手插裤兜，正在门口站着，身上的校服虽然老老实实的穿着，但是依旧掩盖不掉身上那股子懒散的气质。你好像浑身湿透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他估计是随便一说。我上前一把拉着他的手：“刚才那几个人去了哪班？你看见了吗？”他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拉着他就往外走。我可以无条件答应你件事。他任由我拉着到了教学楼，随后指了一间教室，就在这里。此时已是上课时间，我一脚踹开门，老师看了我一眼，当即皱眉：“你是哪个班的？干什么？”我浑身湿淋淋的，但是我也没在意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找你班的同学有点事情。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几个笑得正欢的女生。你看她，好像个落汤鸡，真狼狈呀！我一把上前抓住那个女生的衣领：“我身上的水是不是你泼的？”那个女生一把把我推开，脸上嬉皮笑脸的，却死不承认：“当然不是我，说不定你作恶太多，被正义路人惩罚了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几个女生对视一眼，顿时哈哈大笑。我冷笑一声，手在兜里掐诀，随后按在那个女生的额头上。那女生眼神瞬间涣散，如同呆滞了一般。我问说：“是不是你浇的水？”女生点了点头：“是我浇的。邹青青让我们几个趁你上厕所的时候往你的头上浇水，她还说被发现了就死不承认，只要不供她出来，就给我们一人买一个包。”刚才还笑得正欢的女生顿时都变了脸色，连忙摆手：“不是不是，不是她说的这样，我们根本就没做，她瞎说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轻笑一声：“我一会就让你们看看，到底谁更疯。”我让他挨个指了指参与这件事的人，那女生照做，被指了的人顿时如丧考妣一般垮了脸。
不是安心，你有毛病，你他妈疯了！几个女生上前将女生围殴，台上老师被打扰了上课，脸上已经阴沉的不像话。够了，你们几个给我来办公室！我做了个解咒的手势，刚才那个说了真话的女生顿时醒了过来，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之后，她顿时脸色惨白地跌坐在地上。几人被带走之后，班级里议论纷纷。我擦了擦发梢上的水，却发现刚才送我来的那个男生还站在门口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你刚才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？他好奇地看着我。我看见你比划了一个这个手势，我见他模仿出来，顿时吓了一跳，连忙按住他的手，别这样做，扣篮。他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。我有些疲惫地看了他一眼，刚才那个术法让我有些疲惫。你记得想好你要什么，回头去13班找我。谁知道他却跟在我后面。我是一班的，我叫顾影。我点了点头，进了班级，丝毫没注意到刚才还喧嚷的班级因为顾影的到来而瞬间安静下来。我拿了备用校服去厕所换了，疲倦地趴在桌上，准备睡一觉。他却直接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。你刚才那招叫什么？普通人能学吗？我被他烦得不像话，闭嘴！他顿时不说话了，老老实实的趴好。只听周围有小小的抽泣声。等我睡醒了，却发现顾影还在我身边没走，趴在桌上也睡着了。邹青青走过来，嫉妒地看着我：“邹木西，你可真有手段，上学第一天就勾搭上了顾影。”我看着他那一脸不甘的样子，顿时明白了。你喜欢他？邹青青没说话，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你少得意，顾影早晚是我的。就在这时，教导主任出现在门口，对着我们说：“邹木西，邹青青，过来一趟。”我明白，应该是下午的事有结果了。顾影也被吵醒，起身跟着我。我皱了皱眉头：“你不回你自己的班，跟着我干什么？”谁知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给你当证人啊！我中午可都亲眼看见了。”我无奈，只能任由着他来。到了教导主任办公室，中午泼我水的那3个女生都在。最关键的是，我爸妈也都来了。此刻他们正一脸愤怒地看着我：“邹木西，开学第一天你就给我惹事，说你到底怎么了？让老师这么急着叫我？”我爸咆哮着走到我的面前，竟然要伸手打我。你就不能像青青一样给我们省省心？谁知这个巴掌却被顾影给拦下。叔叔，你搞错了吧？他明明是受害者。我爸一愣，看向教导主任，他点了点头。对，邹木西同学被人恶意堵在厕所里浇了水，涉事的3名同学已经承认了。今天叫你来是还有一件事情。那就是这事或许和邹青青有关。邹青青脸色一变，顿时明白是这3名女生把自己出卖了，当即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而3个女生当即缩在一起，瑟瑟发抖。我爸妈当然不敢相信，老师，你这绝对是误会了，我家青青不可能这么干。邹青青也立即摇了摇头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父母：“爸妈，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们相信我。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。他这副样子一出，我爸妈顿时心软了。老师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也许她们姐妹俩闹着玩呢。没事，我不由得冷笑了一声。好一个闹着玩，这区别对待还真是生怕人看不出来呀。顾影也皱紧眉头：“不是这位叔叔，他刚才如果惹事了的话，您那巴掌恐怕已经落在他身上了吧？怎么邹青青惹事就是闹着玩？你这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。”我爸一愣，皱着眉头看着顾影：“这有你说话的事吗？你给我滚！”教导主任不由得轻咳了一声：“那个邹爸爸，这位是顾长青的长孙，也就是我们这个校区投资人的孙子。”我看向顾影，他这个人虽然看着贵气，但没想到竟然这么有实力。谁知他朝我眨了眨眼，狡黠一笑。邹青青一直看着我们的互动，眼底嫉妒的火快要喷出来。他忽地主动说：“老师，是我开玩笑，没轻没重了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”我一愣，这邹青青转性了，怎么忽然这么听话？很快，
我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这么说。晚上回家，他就若有似无地暗示说：“真羡慕妹妹，刚一上学就可以和学校校草走得这么近，学校都在传你们俩谈恋爱了，是吗，妹妹？”果然听见这话，我妈脸色大变。邹木西，我们送你上学是让你好好学习的，你倒好，居然学起狐妹子勾引人了。我顿时明白邹青青是什么意思了，原来是想这时候将我一军。你可真是不要脸，好你勾引人是吧？老公现在联系给他换个学校，我看他还怎么勾引人。谁知我爸却没说话，而是重重放下了碗筷。你跟那个顾影关系很好？他这语气可不像是发火。我皱皱眉头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咱们家接下来的生意就是要和顾家合作，你要是和顾影关系好，就这样继续保持，最好是能拿下他，这样以后咱们的生意就再也不用担心了。我听着却冷哼一声，这事就把我卖出去了。而邹青青脸色一黑，她本想告我状，却万万没想到弄成了反效果。我不同意。我这话一出，我爸顿时摔了碗。你不同意也没用，为了咱们家的生意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说着，他就上了楼。我妈见没了理由说我，只能说了一句：“你看你把你爸气的，也太不像话了。”说罢，他也带着邹青青上了楼。晚上，我下楼喝水，却听见邹青青房间格外热闹。我从门缝里看过去，只见我爸、我妈还有保姆都在，唯独把我排挤走了。只见我爸说：“乖宝，你别生气。我知道我乖宝是个好孩子，看不惯邹木西那样子，但是只要他能拿下顾家长孙，咱们后半辈子的生意就不愁了。爸绝不允许你出去商业联姻，跟不爱的人过一辈子。当初爸肯让他回家也是这个目的。”没想到这个人还真是勾搭成了，也算帮了咱们家一个大忙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彻底凉了下来。此刻我竟然觉得我在这个家中有些讽刺。我留下来的原因是为了救一救我这个血缘上的父母，而他们却一门心思想着把我卖了。他们劝完邹青青，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我躲到黑暗处，看着这俩人下楼，而保姆还没走。看来他们还有话要说。只见邹青青委屈地张嘴说道：“妈，我要和顾影在一起，凭什么是邹木西那个人？”一句话，我顿时开始毛骨悚然。而保姆之前的所有行为，在我这此刻都合理化了起来。原来邹青青是他的孩子，据我了解，他在这个家已经10几年的时间，所以他把自己女儿和刚出生的我换了命，再把女儿送来，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坐拥邹家的财产，真是好恶毒的心思。邹青青脸上阴毒，我看他们邹国庆和于文这两个王八蛋就是偏心，偏向邹木西那个贱种，不然怎么会把顾影这么优秀的男人介绍给他？妈，我不管，你帮帮我。我冷笑，心想这邹青青竟然还有两副面孔。我不怀疑我爸我妈对邹青青的真心，只是他们的真心早就被这邹青青拿来当茅房里的石头了，不然也不会直呼其名。妈，你不是一直找人耗着他们家人的精血，说能让他们早死吗？能不能再快点？最好把邹木西那个女人也弄死，最后这家产还是咱们母女俩的。最关键的是我还能得到顾影。保姆的眼珠转了转，沉思道：“也是时候了，咱们都让他们活了这么长时间，也算是够意思了。你听妈的。”保姆贴近邹青青的耳边说道：“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死期了，居然是这母女俩搞的鬼。”可我却在此刻忽然陷入纠结，我到底要不要救他们？我此次下山来就是为了这个。如果我不救的话，我连夜就可以回山上逃离这场阴谋。毕竟他们的做法也实在伤我的心。可我若是不留下，当真看着2条人命白白折损在我面前，我又不忍心。最终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救他们。第2天晚上，我忽然闻到一股子呛人的烟味，一睁眼就看见从门缝里冒着黑烟。我连忙开门，却发现门已经被反锁，而且外面似乎被顶住了，硬踹根本踹不开。我这时才想到，我和我爸妈的房间的阳台是连着的，
我踹了玻璃，跳到他们的房间。这两人此刻睡得正香，如果我没叫醒他们，估计他们就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这张床上。我想推醒他们，可他们却半天都不动弹。我顿时想到晚上的时候保姆端上来的水杯，当时我没喝，他肯定在里面下了药。眼看火势从门外蔓延开来，我急得要命，拼命地叫着他们俩，直到墙皮开始脱落，满屋子呛人的浓烟，让我根本呼吸不上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忽地听到外面有人喊我：“邹木兮，你在吗？”我一愣，顿时听出了是顾影的声音。我想打开窗户，却发现窗户也被用胶粘死了。我只能使劲拍打着窗户，好在他们也看到了我。谁知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保姆和邹青青在楼下哭天抢地地嚎着：“爸爸妈妈，妹妹，你们没事吧？”而保姆也哭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太太，着火了。”欧文只来得及救出青青一个人，估计这两人是看到了顾影在这，生怕担责任故意演的戏。而顾影也报了消防，可现在我们被困在这，根本无法撑到消防来的那一瞬间。我找到水源，沾湿2块毛巾扔到我爸妈脸上，大火已经烧进来，入目之处都变成一片火海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消防的警报声，而我也控制不住地晕了过去。我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而顾影就守在我床边。我一愣，连忙四处摸着我的身上：“我东西呢？我身上的东西呢？”顾影看我找东西，顿时明白我在找什么，将我之前缠在腰间的杯子递给我：“这是你被救下来的时候身上带的东西。我当时觉得你拼命带2个杯子下来肯定有用，就给你留下了。”我顿时感激了看了他一眼。邹青青他们来给我们下药，这杯子里有安眠药，这是证据。顾影点了点头，对，其实大夫也在你身体里检查出了呼吸性安眠药物。另外你父母，他的声音有些犹豫，他们因为在火中暴露了太长时间，双腿都已经被截断了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看来这命虽然保住了，但还是要付出些代价。我去到我爸妈的病房，此刻他们也刚清醒，正沉浸在失去双腿的崩溃中。看到我爸把杯子砸过来：“你为什么不叫我们？我们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不孝女？青青呢？”我讽刺一笑，将杯子给了来调查的警方。我举报是保姆和邹青青故意纵火，想要烧死我们。这杯子里是他们给我父母下的安眠药。他们脸色瞬间煞白，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再说一遍，真的假的？”我懒得看他们，剩下的事情就是警察的了。警察果真在别墅内找到了几个人为的着火点，基本确定了邹青青和保姆的犯罪事实。我本以为邹青青是未成年，根本判不了，谁知道她的真实年龄竟然是19岁。当初保姆为了能将她顺利替换进邹家，特意改小了几岁，万万没想到此时竟然派上了用场。任凭邹青青怎么求饶道歉，我爸妈都恨透了她，根本不同意签下谅解书，恨不得将他们母女2人判下死刑。原来有多爱她，此刻就有多恨她。事情结束以后，我准备离开，谁知我爸妈就仿佛忽然醒悟一般，忽然要挽留我。木兮，爸爸妈妈真的错了，我们没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害得你白白在外面流落了10几年。你愿意原谅爸爸妈妈吗？以后我们会全心全意地为你好，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。我看着他们俩的卑微样子，却只觉可笑。你们根本不是这样想的，只是担心自己没了腿以后没人照顾而已。我不欠你们的，早在你们说出找我回来就是为了让我联姻的时候，咱们的亲情就已经断了。我爸脸色煞白，想要解释，可我懒得听。他们才不是悔过了，他们只是害怕了，怕自己晚年没人照顾，找个血包而已。顾影来车站送我，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我还是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我回去后，他隔三差五的就给我发来消息，烦得我不行。几年后，我爸妈因为双腿感染去世，而我是唯一法定继承人。我回来后，
远远的看见顾影在车站等我，而我在收获了一笔巨额遗产后，又收获了一个富二代男友。至于邹青青，我处理好一切后去监狱看了他一眼，他被判了10年，此刻已经被不成人形，骨瘦如柴，接近疯癫，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这8个字，我师父从小就教我，此刻也真真切切地应验在了他们的身上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大学室友出身玄学世家，开学第1天就要帮我免费算命，可等我报完了生辰八字，他却支吾不肯说话。晚上我听到他偷偷打电话，好奇怪呀，师哥。我今天给一个室友算命，八字显示他出生时就死了。我只是半夜跑出来上个厕所，却没想到会偷听到陈清扬打电话，说的还都是这么吓人的话，我尿意都快吓没了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今天就只给我一个人看过八字，那他说的出生就死了的人，难道是我吗？陈清扬上完厕所出来，看到我呆呆站外面，他猜到我听见了对话，也有些尴尬。你别多想，我算卦的本事是家里最差的，肯定是给看差了。说完，他打着哈哈说走廊风太大，要赶紧回去睡觉。他倒是回宿舍了，我却一个人在外面站了很久，因为类似的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。小学学校组织春游，在公园里，一个算命的大爷拦住不让我走，时来大运落天人，有缘无福闯地门。姑娘，你是个死人啊！他看上去就神神叨叨的，我害怕的跑了。那大爷追着我走了很远，追上我后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块墨绿色的玉佩。他说救人是大功德，这玉佩送给我，今后一定贴身带着，说什么都不要摘下来。想到这儿，我握紧了脖子上戴着的玉佩。第2天，团支书来统计学生籍贯信息，我报了江州怀金山。陈清扬突然凑了过来，你是谭山族的？我点点头，我姓山，叫山有玉，我们整个村子都姓山，都是谭山族人。他眼睛亮了一亮，我对你们的文化很感兴趣，有玉，你能给我讲讲你们族喜女的传说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另一个室友苏苏突然推门进来，看到我，他愣住了。你怎么在宿舍？我指了指自己。你在说我吗？他点点头，走过来围着我看了一圈。就是你呀，刚刚你不是在30堂外面吗？我跟你打招呼，你还当作没看见。陈清扬帮我辩解道，有玉今天一直在宿舍，我们才和团支书登记完信息。听到陈清扬这么说，苏苏也不得不怀疑是自己看错了。难怪，我就说你怎么会故意不理我，打发了苏苏。陈清扬又凑了上来，好有玉，你就和我讲讲喜女的事儿吧。我打开书本，假装自己没听到。虽然陈清扬帮助了我证明清白，人也不坏，但喜女是我们村最大的陋习，也是我最不想和别人说起的一件事。山氏一族原本来自南疆，传说当时的族长带领族人迁徙到江州后，亲弟弟突发恶疾去世了。因为没钱没人脉，族长只能随便找了个山头给弟弟安葬。谁知在弟弟死后，族里不少人都得了和他当时一样的病。有个大师路过这，说是弟弟死前带着怨气，墓地风水又不好，让他怨气更重。要想破解弟弟带来的诅咒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从此之后族里的人家，但凡出生的第1个孩子是女孩，就必须扔进河里，否则这家人一定会倒大霉，轻则疾病缠身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就是喜女。我是我家的第1个孩子，我曾经问过阿爸，为什么我没有被洗走？我记得阿爸慈爱地笑着，说我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上天赐予的孩子，是要我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就是倒大霉也心甘情愿。谭山一族必是隐居，我也是第1个走出大山的大学生。原本以为到了这里就能不去想喜女的事，却没想到遇到了懂行的陈清扬。我不肯告诉他有关喜女的事，是怕这样的陋习会被同学们嘲笑。好在陈清扬也并不是个胡搅蛮缠的人，见我不肯说，
之后也就没有再提。直到几天之后，又有另一个同学说他在校外见到了我，我第一反应就是他和苏苏一样，认错了。毕竟我家里并不富裕，给我的生活费也不太多，除了周末会发传单外，平时我都在宿舍不出门。但他信誓旦旦说看到的一定是我，我还拍了照呢。说着他就拿出了手机，刷刷翻起来。翻了几分钟之后，他放下手机，脸色突然变得惨白。奇怪了，他喃喃说：“怎么照片上面的人消失了呢？”我凑过去看，他拍的确实是学校南门，零零散散有几个人站着，但都是男的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这明明都是男生，你怎么看成我的？他拼命摇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他指着中间一处空地：“就是这儿，你当时就站在这儿，穿着鹅黄色的毛衣。”我原本在笑，听到这一句时却愣住了。我打开衣柜，从里面拿出一件衣服：“你看到的是这件吗？”他叫起来：“对对对，背后绣了一只小熊，还怪好看的。”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。这件毛衣是上大学前阿妈一针一线亲手缝的，全世界就这一件。如果他没有在骗我的话，那他拍到的人一定就是我。可我今天根本就没去过学校南门，而且如果他看到的确实是我，那照片上怎么会又没有人呢？所以只可能有一个解释。我生气地关上衣柜门，开这种玩笑真的很过分。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人，所以相机拍不出来？原本这算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，但前几天才被陈清扬说了生辰八字是个死人，这下我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在捉弄我一样。我很生气，我将这个女生推出了宿舍。可我忘记了，她是班上的生活委员，平时人缘非常好，突然被我甩了脸色，她大概很不高兴。所以晚自习时我刚进教室，就看到班上的人在交头接耳。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旁边原本坐着的女生赶忙报上书，挪到了别的地方。我醒悟过来，我大概是被生活委员排挤了。果然，旁边的人小声讨论，就是这个山有玉，听说脾气可大了。青青就是好心提醒了他一下，他倒打一耙说青青侮辱他，以后可不要做这种事了，免得有些人不领情。好心还被当作驴肝肺，从开学到现在，好像没一件是顺心的。我红着眼圈打开课本，突然身边落下一道阴影，抬头一看，是陈清扬坐到了我旁边。他也听到了班上同学之间的议论，他将书竖起来挡住脸，小声问我：“有玉，到底是怎么了？”陈清扬之前请了假，今天才回到学校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亲人一样。我忍着鼻酸，将刚刚的事讲给了他。我以为他也会和同学一样讽刺我，结果他愣了愣，突然问我：“你是说牛青青看见你的二重身了？”二重身？陈清扬打开手机界面，推到我面前，让我自己看。网页上面说，二重身就是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另一个人，说是人也好，是魂也好，总之真人不能和二重身碰上，一旦被碰到，二重身又跟着本人回家的话，那本人就会无故横死。看完科普，我浑身发凉。牛青青说她是在校门口看到的我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二重身很有可能还在学校里。如果我不小心碰见他，我是不是就要死了？想通这一点后，我坐立不安，甚至想去跟牛青青道个歉。陈清扬见着我，脸色十分难看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符咒：“有玉，你把这张符带在身上，睡觉时就放在枕头底下，不管听见谁叫你都不要回答，切记。”我一头雾水。这是陈清扬说，二重身是个很坏的东西，他喜欢突然出现在人面前，被他模仿的人看见个一模一样的自己，往往会惊慌失措，导致神魂不稳，二重身就会趁机夺走人的身体。而这张符则是定魂咒，能护住我的三魂七魄不受震荡。我接过了符咒，小心翼翼揣进兜里，心里丧气极了。进入大学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可这些事接踵而来，让我对大学生活都充满了恐惧。
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这些事，直到很晚都没睡着，大概凌晨1、2点的样子。面朝着墙睡的我，突然听到一个悠悠的声音：“玉儿，玉儿。”朋友和同学都叫我有玉，只有阿妈会叫我玉儿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下意识就想回答，好在开口的前1秒钟想起了陈清扬的话，我死咬住嘴，不吭声。那个声音好像着急了。我听见一串密密的脚步声从2张床之间的楼梯上走上来，那个叫我的东西好像就站在楼梯末端，静静看着我。一阵很凉的气从我脚底蔓延开来，我想把脚伸回被窝，又怕他觉得我醒了，就这样僵持了很久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玉儿，小心，不要相信他。”我下意识就坐起身来，等坐起来才觉得害怕。还好床尾那头空荡荡的，那个东西已经走了。我重新躺回床上，想着他刚说的那句话，他为什么会叫我玉儿，又让我小心谁？第2天一早，陈清扬就问我昨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。我略去了那个东西让我小心的话，只说有声音在一直叫我。陈清扬皱着眉，明明有定魂咒，按理说你该听不到他声音的。陈清扬绕着我走了一大圈，突然看向我脖子：“你带着什么？”我从衣领里拽出那玉佩：“你说这个吗？小时候一个算命师傅给我的。”陈清扬一把将玉佩从我脖子上扯下来：“你疯了吧？山有玉，这坟玉也敢戴？坟什么？”我好像没有听懂。陈清扬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是从墓地里挖出来的血玉，看着像是墨绿色，实则里面都是血丝。佩戴之人会因为失去气运，变得衰神附体，神魂不稳。这种情况十分危险。”他打开手机电筒，从玉的背后照给我看。原本墨绿色的玉，在强光下展示出内部结构，一缕缕头发丝一样的东西，水草一样飘荡在里面。我吓得退了好一大步。陈清扬将玉收了起来，我寄给师哥，让他在道观销毁了。我连忙点头，想到这玩意儿在我身上戴了这么多年，就一阵恶心。见我摘下玉佩，陈清扬一把搂过我肩膀：“别想了，有玉。晚上寝室聚餐，你也一起去吧。”另外2个室友也齐齐看向我。我原本想拒绝，但想着开学到现在还没和大家一起聚过，这才点头答应。聚餐就在校门外一家东北餐馆，陈清扬点好了菜，大家正聊着天，我却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从餐馆外一闪而过，是那个给我玉佩的大爷。我噔一下站了起来，来不及和陈清扬他们解释，就拔腿追了出去。大爷看着十分瘦弱，但跑起来竟然飞快。我好不容易拦住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害我？”大爷被我吓了一跳，眯着眼看了我半天，这才乐了：“你是那个小丫头，就是我。”我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别人都告诉我了，那块玉是坟玉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”听我说完这句话，原本乐呵呵的老头一下子愣住了。他凑近我，大声问：“谁说那块玉是坟玉？”老头见我没带着那块玉，指着我挨了半天，拍着腿骂：“不识好歹的小丫头，你知不知道你生来就是童子命，渡劫成功就能享大运？那块玉是护你平安渡劫的，他护了你10几年，早就和你命运相通。眼下谁拿了那块玉，就能换你下半辈子的好运。神什么？”我被这一连串的话给说迷糊了，正要继续问下去，手机响了，是陈清扬发微信问我去哪儿了。我看着他的追问，联想起刚刚大爷说的话和梦里那句小心，莫名其妙有些通体发寒。我回复了陈清扬，说临时有事就不去吃饭了，然后拉着大爷拐进了另一家羊肉馆。我要好好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饭馆正巧是一家西北菜，我点了10多串羊肉串，让大爷敞开了吃。大爷乐得胡子都飘了，吃得满口流油，而我却觉得这羊肉怎么吃怎么有点不对，这羊肉是不是太瘦了些？大爷一听，不赞同道：“这羊肉哪儿瘦了？这羊肉可太棒了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赶紧又让店员再上个10串。大爷这才满意的捋一捋胡子，
告诉了我那块玉的缘由。原来大爷本是一个散修，那天正好是修行圆满，回到江州的第一天，他刚算出会遇到有缘人，转头就碰上了我。见我一身童子命，印堂发黑，周身却福气萦绕，便决定帮我一帮，这才给了我那玉。那玉只要护我到20岁，就能保我下半辈子大富大贵。而拿玉的人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会想方设法骗了我的玉去。我赶忙问大爷这可怎么办？大爷沉思片刻，这才说：原本只能帮你一次，但看在我们同乡且同族的份上，我便再去给你寻一块灵玉，这次你可千万得放好了。我问大爷要怎么找我，大爷神秘一笑，说明天下午5点，还是在这里见面。这是还想吃顿羊肉啊？我随口问道。您说您也是江州人？大爷吃饱喝足，听我这么一问，愣了愣。正是，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憨笑着让店员将剩下的羊肉串打包，给大爷带回去吃。我原本想着第2天中午就去店里等大爷，但没想到陈清扬来通知我，第2天下午全年级卫生检查。我有些疑惑，检查卫生不都是周4吗？陈清扬在学生会帮忙，是卫生部部长，他想改一个检查时间并不难。我怀疑他是知道了我和大爷的事情，想要将我留在学校。陈清扬见我不吭声，察觉到了我的反常，他毫不掩饰看向我：有玉你怎么了？我还没问你，昨天突然放我们鸽子是怎么一回事？没什么。我尴尬地摆摆手，想着等检查完再去，应该也晚不了多久。谁知道我们班被排在了最后，等检查完已经是晚上9点过。我赶去后才发现，那家羊肉馆早就关门了。我又找了一圈，还是没看见大爷的身影。正焦虑不已时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：玉儿，你还好吧？妈妈说最近眼皮子跳得慌，总担心我有什么事。一听到我妈的声音，我一下子委屈得不行，噼里啪啦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全说了出来。我妈一听到玉丢了，也有些慌了。就是你一直戴的那块，你糊涂啊，孩子，那块玉我找高人看过，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。我妈就这么一说，我更慌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爸妈商量之后，决定明天就坐飞机到我这儿来，在附近帮我蹲着那个老大爷。室友们知道我爸妈要来之后，一致说要给叔叔阿姨接风。我原本有些怀疑陈清扬，但看着他兴致勃勃提建议要去哪儿吃特色菜的时候，又觉得是自己多想了。也许陈清扬就是学艺不到家，觉得那块玉有问题，才把他要走的，不然他也没必要在拿到玉后还对我表现出热情的样子。爸妈第2天就乘飞机来到我所在的城市，看到他们关切的神情，这几天来紧张不安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。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之后，室友们都先回了宿舍，而我带着父母在附近去找住的酒店。谁知刚进酒店房间，我妈就一脸严肃地将我拉了过去：玉儿，你那个室友不是人。谁不是人？这个消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。我妈告诉我，吃饭时她正好坐在陈清扬的左侧，看到陈清扬脖子上有一道绳子勒过的痕迹，虽不很明显，但那奇怪的颜色和纹路，她十分肯定，那是吊死鬼才有的印记。听到这个，我哑然失笑：不是的，妈妈，刚报到那天，我们就发现了陈清扬脖子上的这个疤痕。陈清扬也毫不避讳，说他小时候被绑架过，绑匪拿了钱，原本想要撕票，幸好被警察叔叔及时救了下来。这痕迹就是绑架撕票时留下的。我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妈，她听完却敲了一下我脑袋：我的傻闺女，别人说什么你都信？我问你，那小姑娘家里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吗？不是吧？我记得陈清扬用的手机还是老款的，经常找不到信号，看着不像有钱人家的大小街。那不就对了？我妈摇摇头，既然不是什么有钱人，那哪个绑匪吃饱了撑的会去绑架她？之前我们几个室友对陈清扬的话都没有任何怀疑，但我妈这样一说出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还有个办法，
我妈翻了翻行李箱，从里面掏出一块木头，还好妈提前准备了这个，你晚上先别睡着，看到那个小姑娘起夜，就把这块木头放到宿舍门口。这是桃木，如果她不是人，那必定迈不过这道桃木门槛。如果我妈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一切好像都能够解释了。陈清扬一开始就有坏心，先用我八字不稳来吓我，然后又串通了同学，用二重身这种一真一假的传说，让我更加惊惧。孤立无援下，我对他自然是100%信任，于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玉佩交给了他。想到这，我收下了桃木门槛，告诉妈妈我今晚就回去一试。为了防止自己睡着，我使劲儿掐着大腿，终于在凌晨3点听到了陈清扬起床的动静。等他推开门走出去，我蹑手蹑脚起身，将桃木门槛放在了宿舍门口，然后飞快跑回床上。没过多久，陈清扬就回来了。我听到脚步声在走廊响起，紧接着在门口停住了。陈清扬平时走路一向很轻，但此时能听出来他十分着急，脚步声快而细碎。门吱嘎一声打开了，他却偏偏没有进门来。他好像一直在门外踱着步，一直来回走动，但他始终没有进来。这正好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只穿着睡衣的陈清扬站在走廊上，一定很冷。他为什么不进来？难道我妈说对了，陈清扬不是人，所以没法迈过这道桃木门槛？这个想法击穿了我的脑袋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不敢想象自己和一具尸体住在一起这么久。我正想叫醒其他室友，告诉他们这件事，却突然听到陈清扬在门外叫我的声音：“有玉，山有玉。”我浑身一个激灵，他怎么知道我醒着？我的床靠着阳台，从门外看正好能看到一个角落。难道他是从门上的镜子里看到了我手机亮光？我浑身颤抖起来，用被子蒙住头，从缝隙里看出去。惨白月光下，陈清扬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借着走廊的灯光，我看到他双眼直勾勾看向我的方向，他瞳孔很黑很大，这时候更像是没有眼白一样。他举起手，像是在召唤着我：“有玉山有玉，快出来呀！”而听到他呼唤后，我也不知道是被什么附体了一样，竟然真的下了床，向门口走去。等离他还有3步远时，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我居然一惊，赶紧退回去，想要叫醒其他室友，但陈清扬动作更快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衣袖，将我扯出门外。我正想尖叫，陈清扬一把捂住我的嘴：“要死啦！山有玉，宿舍长有起床气，你把他吵醒了，咱都别想睡了。”不对呀，陈清扬说话怎么跟正常人一样？我有些懵了，下意识一把摸向他胸口。鬼是没有心跳的吧？但我摸到了温热的胸膛和一下下跳动的心脏。陈清扬不是鬼。陈清扬被我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一把拍开我的手：“快快，借我下手机。”啥？我更懵了。他一边拿过我手机，一边嘟囔着抱怨：“这宿舍楼信号也太差了，我这老手机连一格都没有，我都在走廊找了半天了，这破消息还是发不出去。”所以陈清扬不进屋来，是因为在走廊找手机信号。我放松下来，浑身一软，整个人都朝地面栽去。卧槽，山有玉，你咋了？我就借个手机，你别碰瓷啊！陈清扬这下吓坏了，一把捞起我就走进了屋，而我被他单手拎着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太好了，我没跟鬼住一屋。我想跟陈清扬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但他比了个虚的手势，明天说，今天太晚了。我点点头，终于能安心睡觉了。第二天我没有早课，这一觉就睡到了中午。等我醒来时，陈清扬已经帮我打好午饭了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爬下床去抱住他。太好了，清扬，呜呜呜呜呜，他却眉头紧锁：“别呜了，小傻子，你那块玉问题很大。”他让我拿出手机，看看昨天他借我手机发出的消息。我定睛一看，是一条短信：“师哥，你说那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又将自己手机递给我：“喏，这是我师哥今早回复的，
信息密密麻麻发了许多，看得出陈清扬师哥十分上心。我一目十行看完，等看明白对方讲了什么，浑身霎时涌上了一股凉气。陈清扬师哥说，这玉不仅仅是普通的坟玉，这是一块换魂玉。换魂玉是什么？陈清扬解释道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玉并非天然的，而是人为炼制的。玉里藏着尸骨的一部分碾成的粉末，等于藏了不知道是谁的一部分魂魄。而我将这玉日日贴身带着，不管是这玉还是对方的魂魄，都早已和我气息相通。等到时机成熟后，给我这块玉的人，只要施以术法，我必然会因为魂魄不稳定，而被这狱中之人的魂魄夺舍。我摇摇头，不可能的，你师哥一定是弄错了。这玉我妈妈找别人看过，是好玉。与此同时，我手机响了一声，正好是我妈发来的消息：玉儿快来，那个大爷找到了。我看看手机屏幕，又看看陈清扬。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陈清扬看着我犹疑不定，突然开口问我：山有玉，你确定你家真的只有你一个孩子吗？我下意识说道：是啊，我家只有我一个。当初村长闹着让我爸洗女，我爸还说到一半我愣住了。陈清扬，你去调查洗女的事了？陈清扬有些尴尬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我一下子生气了。洗女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事，当初他问我时，我也明确说过不想被人知道，而他竟然私底下去调查了。我恼羞成怒，将手机还给他：我不用你管了，你也别调查洗女的事了。说完，我拔腿向外跑去。既然我妈说找到了那个大爷，那我就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等我赶到我妈说的地点时，那个大爷果然正敲着这二郎腿，悠哉悠哉剔着牙。我爸妈正在一旁陪着笑脸。老神仙啊，你看都是我家这孩子不懂事，你快再给他一块玉吧。说完，我妈捧上了一个厚厚的红包。大爷接过红包，手指摩挲了一下后笑了：放心，玉肯定是有的。他睁眼看着我：就是这玩意儿可不能再随便糟蹋了。那肯定的，肯定的。我妈将我拽过去，逼我给大爷鞠躬，又从大爷手里接过玉给我戴上，确认玉戴好后，我妈这才松了口气。她用手拍拍我衣领下的玉，笑得一脸满足：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看着她的举动，我一阵心暖，妈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疼我。见事情处理完，我不舍得拉着我妈袖口：妈，你们这就要回去了吗？爸妈对视一眼，看着我笑了笑：不走，爸妈第一次来大城市，打算在这里玩个1周。1周后正好是你20岁生日，给你过完生日我们再走。听见这话后，我却突然愣了愣。我妈这么说，我明明应该高兴才对，但下意识的，我想起了离开宿舍时陈清扬和我说的话：山有玉，你再生气也得信我，下周是你20岁生日，那个人绝对会选在那天动手。我甩甩头，想将这个离谱的想法从脑子里甩出去。不可能的，一定只是巧合。阿爸阿妈只是想给我过个生日罢了。回宿舍前，我在校门口的卤菜店打包了一些回去。想起大爷嘱咐我的事，我难免有些惴惴不安。他让我将一张符咒贴在陈清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地方。为什么要给他贴符咒？大爷剜我一眼：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张符能让他逐渐忘记发生的这些事，也是为了护你平安。回宿舍时正好是饭点，看到我带回去的卤菜，几个室友都很开心。陈清扬搂着我肩膀嘻嘻笑：好啦，有玉，我答应你，今后绝对不再提那件事。趁着几个人围在一起吃饭，我将那张符贴在了陈清扬床底下。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自从贴了符咒后，陈清扬好像真的不再记得有关喜女和玉佩的事。几次我试图提起，他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开始变正常时，我在食堂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抱着一柄拂尘，坐在食堂吃一份鱼香肉丝炒饭。好多人都围着他拍照。他吃着吃着，好像突然看到了我，紧接着他抱着餐盘就坐到了我旁边。
这位学妹，你脖子上的玉能给我看看吗？怎么又是个电击玉的？我端起盘子就换了座，谁知他又跟到旁边来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这玉你才戴不久吧？我脑子一热，下意识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严肃起来：“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知道有至少2拨人都在打你的主意。”这下我是真的懵了。他见我不相信，右手顺手一掏，从我的衣领里掏出一根银针。他眯着眼，银针扔进垃圾桶，啐了一声：“好歹毒的蛊！我衣领里为什么会有银针？”我浑身发凉。听他说，你脖子上的玉不是好玉，衣领里的银针更是恶毒。你且想想，玉是谁给你的？谁又接触过你的衣服？玉是大爷给我的，而银针，我记得那天洗完衣服，陈清扬主动说去洗衣间帮我的一块抱回来，所以银针是他放的。这下我是彻底有些懵了。陈清扬说大爷给我玉是要换我魂，大爷说陈清扬拿走玉是要夺走我的命格，而现在冒出一个男人说他俩都是想害我。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人人都惦记？看着男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我决定赌一把。我索性将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这个叫秦淮的人。秦淮思忖片刻，拿出一根红绳给我：“你把这红绳带上，生日前1天我会来找你。你室友有一点倒是没骗你，这几天晚上不管听到什么，你都千万别回答。睡觉前我依照秦淮的话，将红绳戴在手上。睡到一半时，一阵尖叫让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下意识想要起身，但想起秦淮说的话，又强行让自己闭上眼睛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我摸着手腕上的红绳，不敢睁开眼睛。而这时，我感到一阵凉凉的东西摸上了我的背。那个东西在我背上摸了好一会儿，又站在床边，迟迟不动，像是在看我是否睡着。等确认我并没有醒后，那股凉凉的感觉从我面前移开了。我小心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借着阳台外的月光，一个巨大的身影投射在我面前的墙上。那个陌生的东西拿起了我放在桌上的衣服，小心地摸索着。我瞬间明白了他在干什么，他在检查我衣领上的银针。我小心地不发出一点声音地转过身，陈清扬的床铺上空空荡荡，还好秦淮留了一手。在将银针扔掉后，拿了一根普通的换上。那个东西大概没有摸出区别，确定银针还在后，他踮着脚离开了宿舍。而我抱着被子，睁眼到了天明。快天亮时，陈清扬回来了，他趴到我床上，小声叫了2句我名字。见我没有答复，他才放心地回到床上。他果然是装的，他没有忘记那些事。我将这件事发消息告诉了秦淮。秦淮让我按兵不动，别让任何人知道他和我联系的事情。我更加惴惴不安，直到生日这天终于来了。生日前1天，我按照和爸妈的约定，和辅导员请了假，并让室友晚上锁门，不用等我。其他几个室友纷纷祝我生日快乐，只有陈清扬皱眉看向我：“就你和你爸妈3个人吗？不然呢？”我怀疑地看向他：“陈清扬，你想起什么了吗？”这句话好像一个开关，他浑身抖了一下，又变回了那副茫然无知的样子。我乘车到了酒店，顺便将定位发给了秦淮。秦淮回复收到后，我才安心进了酒店房间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个给我玉佩的大爷也在。我看向爸妈，我妈笑着道：“老神仙是你的救命恩人，爸妈就邀请他一起来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接过爸妈递来的牛奶喝下去。喝完牛奶后，我有些困，爸妈让我先睡一会儿，等会儿12点再叫我一起吹蜡烛。可等我再被叫醒时，却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，爸妈就站在我面前。他们默默看着我，却又好像透过我看向了别的什么。我用力挣扎了下，绳子绑得很紧。爸妈，我妈眼红了，上前来摸摸我脸：“玉儿，别怪妈妈，妈妈也是不得已。”爸看向大爷，开始吧，老神仙。大爷点点头，从身后拖出一个牛皮袋，打开来，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一模一样的玉佩。
我妈看着玉佩又哭了起来，囡囡，囡囡啊！看着她的样子，我终于不再怀疑，对着门口大叫一声：“清怀！”门外哐当一响，清怀抱着拂尘出现在房间门口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小丫头中气那么足呢。大爷想要制住清怀，可年过半百的她哪里是清怀的对手？不一会儿，大爷和爸妈三人都被绑着手脚扣在房间里。清怀扭头看向我：“这是你爸妈，你想如何？”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哭着问我妈：“为什么？”我妈没有说话，倒是我爸啐了一口：“什么为什么？你本来就不是老子的崽！”说完这一句，我爸闭上嘴，什么都不说了。我叹了口气，站起身向清怀鞠了一躬：“请问大师，滥用术法之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？”清怀认同道：“那是自然，道门有自己的规矩，惩罚必不会轻。那就拜托大师了。”我拜托清怀将这个故弄玄虚的大爷带回可以惩治他的地方，并告诉他我要带着父母回家。等回了家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问清他们缘由。这是家事，就不劳烦大师了。清怀眯着眼：“你确定？”我点点头。他笑起来，这才对着门外叫了一声：“出来吧，师妹。”一语刚落，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门口，是陈清扬。陈清扬、清怀，我这时才将这两个名字给联系上。难道清怀就是陈清扬口中那个天赋卓绝的师哥？陈清扬一脸恨铁不成钢，本来想放你一马，谁知你这样不争气，这么好的命格，给你也是浪费了。他扯着清怀袖子：“师哥，快把他的命换给我。”清怀点点他的头：“你呀，还是一样淘气，嘴上抱怨着。”但清怀二话没说，扬起拂尘就点向我的额头。随着这动作，一股撕裂般的疼痛让我止不住大叫起来。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比我叫得更大声的是我爸：“别动她，这身体是我闺女的。”这句话太难懂了，甚至让我忘记了疼痛。我呆呆看向他：“爸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你的女儿吗？”可清怀顾不得那么多，他手上的力气更大了。就在我感到灵魂要被拉出身体之际，另一股力量突然出现。这股力量与清怀的动作相反，他狠狠地用力地想要将我的魂魄推回身体。这股拉扯让我再次大叫起来。我用力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鹅黄色的身影站在我的正前方。他一边使劲推我，一边大叫道：“别动他！”这个声音，这是那天晚上让我小心的声音。身影出现之后，清怀陡然松了手上的力气，我的三魂七魄稳稳归位，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。清怀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看向那个身影：“你终于出现了。”他指着身影对我爸说：“看到了吗？你闺女并不想要这条命。”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愣在原地。陈清扬叹了口气：“还是让我来说吧。有玉，这是你妹妹，你父母的亲生女儿。20年前，你母亲即将生产，因为害怕生下的是女儿就会被溺死，所以从人贩子手里买下了你。20年前，怀金山上一户人家即将迎来他家的第一个孩子，因为族里有喜女的传统，所以这家父母商量着买来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孩。他们决定，如果生下的是儿子，就让这个婴孩当儿子的童养媳；如果生下的是女儿，就把这个婴孩溺死，算是给村里一个交代。私下好把亲生女儿再抚养大。他们花下了重金，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可谁知道女主人遭遇难产，亲生女儿刚出生没多久就没了气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女主人身体受损，之后再也没法生下孩子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屈服于命运，养大了这个买来的婴孩。这个婴孩就是我，但他们并不甘心就这么失去亲生女儿。陈清扬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们将亲生女儿的尸骨保留了下来，用秘法禁锢魂魄，只等到我20岁，亲生女儿的魂魄稳固之际，就让她夺舍我的身体。所以她就是别人看到的我。那个鹅黄色的身影转过身，他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眼神却像孩童一样清澈。他慢慢笑了起来：“姐姐姐。”
他向我走过来，似乎想要抱抱我，但身体却像穿过虚空一般穿过了我。你接触不到他的，清怀对他说，他好像听懂了。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又对我笑了笑。没关系，我突然间有点难过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这话让他愣在原地。他很喜欢你，陈清扬替他说道。他看着你长大，早就把你当做了亲姐姐，所以才下意识化作你的样子出现。半夜提醒你的也是他，他怕吓到你，所以几次三番靠这种方法提醒你小心。鹅黄色身影点点头，喜欢姐姐。我大哭起来，将我养大的父母要杀我，将我的身体给出生就死去的亲女儿，而和我毫无关系的妹妹，却希望我能好好活着。这件事同样击溃了爸妈。我爸大吼起来：为什么？应该活着的是你呀！这个没爹没妈的小贱人，就是为你而养大的呀！鹅黄色身影后退一步，朝他啐了一口气：坏人！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头是坏人的？清怀突然问我。我沉默了一下。谭山族盛产高山羊，当地人在做羊肉串时，会用2块羊肉加1块羊尾油，这样做出来的串儿不干不柴，十分好吃。小时候，我有些哽咽。小时候，我爸妈总这样做羊肉给我吃。我爸会一边熬着奶白的羊肉锅子，一边将羊肉烤得香喷喷的递给我：快吃吧，小馋猫。所以当初那家西北菜馆，我吃了一口就觉得羊肉又膻又柴，难以下咽，而大爷却吃得满口流油，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。他说他也是谭山族人，谭山族人吃羊肉长大，不可能会吃成他那样。他既不是谭山人，那他所说云游归乡就必然是骗人。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个骗局，针对我的骗局。我说完后，我爸突然不再大吼，也许他也回忆起了我童年时的时光吧。他嗫嚅着，眼圈红了。他失去了亲生女儿，从此之后也不再有养女了。我郑重拜托清怀，将我这个名义上的妹妹送去轮回。清怀答应了，我带她回道观，师父会帮她的。她舍不得走，我在虚空里摸摸她的头，去吧。你应该有很好的来世。爸妈的私心既害了我，也禁锢了他。如果不是他们的妄念，妹妹应该已经读小学了吧？陈清扬问我之后打算如何，我笑了笑，断绝关系，努力靠自己读完大学养活自己。陈清扬附和道：还算你有点出息。他挽着我胳膊，但是在这之前应该请我吃顿早饭吧？演戏好累啊，通宵也好累啊。对了，我还没追究你往我床底下塞符咒的事情呢。我摸摸鼻尖，那请你吃油条豆浆好吧？还得要1笼小笼包。行，要2笼。走出酒店时，天正好大亮，金色阳光透过远处的山脉，洒向地面，投下漫天盛大辉煌。时运玉而生辉，水怀珠而穿媚。爸妈给我取名山有玉，虽然这原本应该是我妹妹的名字，但它既属于我，我便要带着妹妹的那一份，好好的用力的活下去，成为一棵生长于贫瘠山间却依旧生辉的宝玉。第1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